简短的答案很快消失于恢宏的神殿和弥漫的雾气内，但在奥黛丽和阿尔杰心中，那声音却长久回荡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没有想到，却觉得就该是这种感觉的称呼，完美体现出神秘、强大、诡异等形象的称呼。几秒的安静后，奥黛丽站起身，虚提裙摆，弯曲膝盖，对周明瑞行了一礼。尊敬的愚者先生，请允许我冒昧恳求，您可以做我们交易的见证吗？周明瑞念头急转，以符合身份的方式回答道：小事一件。阿尔杰也跟随站起，右手抚胸，弯腰行礼。这是我们的荣幸，愚者先生。周明瑞右手虚压，微笑开口：你们继续。阿尔杰点了点头，重新坐下，看向奥黛丽道：如果你能拿到鬼杀血，那就找人送去普利兹港白玫瑰区鹈鹕街的勇士鱼海酒吧，告诉老板威廉姆斯，这是船长要的东西。等我确认之后，你是给我地址，将魔药配方寄过去，还是让我直接在这里告诉你？奥黛丽思考了一阵，展露笑容道：我选择更保密的方式，就在这里。虽然这很考验我的记忆力，既然愚者先生答应见证交易，那就表示还有下一次的类似聚会。想着这些，他忽地侧头，目光闪亮地望向周明瑞，饶有兴致地提议道：愚者先生，您建议多几次现在这样的尝试吗？阿尔杰沉稳听完，也是一阵心动，忙附和道：愚者先生，您不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吗？虽然您的力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，但世界上总有您不了解、不擅长的领域。对面那位明显是出身高贵的小姐，我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经验、见识、渠道和资源。我和她也许能在未来某些时候，帮您完成不方便自己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在他看来，自己既然会毫无防备、毫无反抗力量地被拉入这里，那就表示主动权在神秘的愚者先生手上，不是想拒绝、想之后不再参与聚会就一定能成功的。所以，还不如更深、更好地挖掘这次遭遇的好处，用收获弥补被动与不利。长桌旁的三方有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资源、不同的消息渠道、不同的神秘领域了解。如果能互相交流、有限合作，将产生无法估计和测量的美妙效果。比如刚才定下的资源交换，比如若自己想杀一个人，完全可以请表面和实质都与自己没任何关系的聚会成员帮忙，这会让事情被完美误导去另一个方向。出身高贵的小姐，我的表现，我的口音这么明显吗？奥黛丽嘴巴半张，怔了一下，但她很快回过神来，毫不犹豫地点头。愚者先生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。只要聚会变成定期，有的事情如果您不方便出面，完全可以转交给我们。当然，得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。从刚才开始，周明瑞就在权衡利弊。更多的聚会确实能让自己收获更多的非凡奥秘和神秘学知识，有助于将来穿越回去。比如下次聚会时就应该会出现的观众这份魔药配方，同样的，也能为目前的现实生活获取消息，得到一定帮助。不过，越多的聚会，也越容易暴露自身的虚实。果然，不管哪个世界，都没有只存在好处的事情。周明瑞再次伸出右手，用指头轻敲着长桌边缘。考虑到聚会的召集和解散都在自身掌控之中，即使暴露出什么问题，也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好处明显大于弊端。
周明瑞迅速做出了决断。他轻巧的动作停止，迎着四道期待又忐忑的目光笑道：“我是一个喜欢等价交换的人，不会让你们无条件的帮忙。每个周一下午3点，尽量独处。等我多尝试几次，弄清楚一些事情，或许你们就能提前请假，不用担心会处在不适宜的场合了。”这就算答应了阿尔杰和奥黛丽的提议。奥黛丽刚满17岁，一直备受呵护，少女心性很重。听到愚者先生的回答，顿时忍不住握紧拳头，在胸前轻摆了2下。哎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该给自己取个称号？毕竟不能用真实姓名交流。不等阿尔杰开口，他眸光晶亮，兴致勃勃地说道：“虽然我的真实情况未必瞒得过愚者先生，但对面那家伙也有些危险，不能让他知道我究竟是谁。”好主意。周明瑞简短而轻松地回答。奥黛丽当即开动脑筋，边思索边说道：“您是愚者先生，来自塔罗牌。那作为一个定期的、长期的、隐秘的聚会，称号得尽量一致。那我也从塔罗牌里挑吧。”他的口吻慢慢变得愉快。决定了，我的称号是正义。这是塔罗牌22张主牌之一。那先生你呢？奥黛丽笑吟吟望向对面的同伴，阿尔杰微皱眉头，旋即舒展道：“倒吊人。”这又是另一张主牌。好，那我们就算是塔罗会的创始成员了。奥黛丽先是开心脱口，接着有点怯怯地看向被灰白雾气笼罩的周明瑞。没问题吧，愚者先生？周明瑞好笑摇头。这种小事，你们可以自己拿主意。谢谢。奥黛丽明显很兴奋，接着她又望向阿尔杰。倒吊人先生，可以把刚才的地址再说一遍吗？我怕自己的记忆不够深刻。没问题。阿尔杰对奥黛丽的认真相当满意，又重复了一遍地址。默念了3次后，奥黛丽兴致勃勃再道：“听说塔罗牌只是罗塞尔大帝发明出来的游戏，其实并不具备占卜的功能。”不，很多时候，占卜来源于自身。每个人都有灵性，都能交感到灵界，交感到更高层次的关系自身的信息。只是普通人无法察觉这点，更别说去解读获得的提示了。当他们使用占卜工具的时候，这些信息就会借助工具呈现出来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梦和解梦。阿尔杰看了周明瑞一眼，见他没有表示，便出言否定了奥黛丽的说法。塔罗牌实际上就属于这种工具，它用更多的象征、更合理的元素，帮助我们更方便、更准确地解读提示。周明瑞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听得非常认真。只是他精神的发空现象开始变得严重，脑袋一抽一抽的痛。哦，明白了。奥黛丽点头认可，接着又强调道：“我的意思不是这个，我不是质疑塔罗牌，我是听说罗塞尔大帝实际上制作的是另一副牌，隐秘的，象征着某些未知力量的纸牌，一共有22张。完成之后，他参照这个，才发明了塔罗牌的22张主牌作为游戏工具。这个说法准确吗？”他看着周明瑞，似乎想从神秘的愚者先生那里得到答案。周明瑞只是微笑，并不开口，将目光投向了倒吊人，一副考一考你的模样。阿尔杰下意识挺直了腰背，沉声说道：“对，据说罗塞尔大帝看过亵渎石板，
那副纸牌就藏着那22条神之途径的奥秘。22条神之途径。奥黛丽用一种满是向往的语气重复道。这个时候，周明瑞头疼加剧，觉得自己与深红星辰、灰白雾气间的无形联系开始摇晃。好了，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吧。他当即决断，低沉开口。阿尔杰低头行礼，遵从您的意志。遵从您的意志。奥黛丽模仿了倒吊人，他还有好多问题，好多想法，完全舍不得结束。周明瑞边断掉联系，边笑了笑道：“让我们期待下次的聚会吧。”星辰再亮，深红光芒像水一样缩了回去。奥黛丽和阿尔杰刚听见愚者先生的话语，身影就变得更加模糊，愈发的虚幻。不到1秒钟，投影破碎，灰雾之上恢复了寂静。周明瑞则感觉自己飞快变重，四周飘忽不在，眼前先是一暗，接着便是灿烂的阳光。他还在公寓房间内，还站在正中央。跟梦一样，那灰雾世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又是谁，或者说哪种力量，制造出刚才的变化？周明瑞低声感叹，满是迷惑，双腿像是灌满了铅一样走向书桌。他拿起之前放在外面的怀表，确认过去了多久。1:1的时间流速。周明瑞大概判断到。放下怀表，脑袋抽痛欲裂的他再也支撑不住，坐到了椅子上，低着头，用左手拇指和中指分别按摩其两侧太阳穴。过了许久，他忽地叹了口气，用汉语说道：“看来短时间内是回不去了。”无知者才能无畏。见识到那么神奇的事情，了解到非凡领域和神秘世界后，周明瑞是不敢再鲁莽尝试古弗萨克语和鲁恩语的转运一事。鬼知道会不会出现另外的情况，说不定更加奇诡，更加恐怖，甚至让人生不如死。至少得在对神秘学有深入掌握后才能尝试。周明瑞无奈地想到，还好所谓的聚会能为自己提供帮助。又是一阵沉默，他带着沮丧、失落、痛苦和惆怅等情绪自语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克莱恩了。”克莱恩努力将思绪转回办法和计划，以排解心里的负面情绪。下周或许就能旁听到观众者魔药的配方了。刚才的聚会还真是神奇啊！处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，将千里化作咫尺，当面交流，互通有无。这说起来有点熟悉啊。克莱恩愣了几秒，突地失笑，边手按太阳穴边低声自嘲道：“网络交友平台了解一下。”